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孔雀都市第4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赛西为了对付婆婆，和老曹暂时统一了阵营，他帮老曹洗白，老曹则帮他拒绝掉准日的逮捕令。正当赛西以为胜券在握时，却意外因为和小普的亲吻，被婆婆抓到了把柄。回到本章，老曹正带着一群人狂欢的时候，一个服务员上完餐后鬼鬼祟祟地离开了这里。他拿出平板，原来他藏有监控在这间房子中。之后他又注意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正是柜子中的钱，看样子似乎是李雪给他发来的。另一边，婆婆不小心开枪走火，打伤了在西。很快在西就被送往医院的急诊室，其他人也得知了此事。朱颜一向和在西不对付，称这是在西罪有应得。这件事的最初起因，也是她将在西和小普亲吻的照片交给了婆婆。出了这档子事后，婆婆翻看起在西和俊赫的婚前合同，不知道在思索什么。而朱颜觉得两人很有可能离婚，于是准备在不影响俊赫生育的情况下，将离婚的事情报道出去。准日看出今天的事情是朱颜出谋划策的，他是这个家庭中少有的安于现状的人，所以劝朱颜和他一样老老实实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这句话激怒了朱颜，他确实可以忍耐家中的其他人，但是唯独在西，他绝对忍不了。两人不欢而散。另一边，本来和在西约好彩排的李雪，来到指定地点后等了半天，也没有见到在西的影子，他只好选择离开。而此时的在西已经被送到了手术室，俊赫也得知了消息，和自己爸爸的义兄弟阿阳匆匆来到了医院中。他问起在此等待结果的秘书是否已经报过警，家丑不可外扬，秘书自然不可能报警。他告诉俊赫，在西的伤口并不深，稍微处理一下即可，这把俊赫气坏了。然而秘书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转头给婆婆汇报起事情的进度。不久后，公公也得知了在西进了手术室，他质问婆婆到底对在西有什么不满。本来将其赶出家门就好，现在却直接打伤了在西。说着说着，公公还顺便提起7年前婆婆废除了在西的财产处置权，这相当于捆住了在西手脚，所以他不理解婆婆到底还有什么不满。此时朱颜正在和舅妈见面，她向舅妈保证会让她重新拥有自己以前的东西。之后两人聊起婆婆来，舅妈早就看出婆婆是个很有野心的人，即使舅舅身体健康，婆婆也肯定会插手继承成晋集团的事。现在家里还多了个在西，仗着生了个儿子越来越嚣张。她问起朱颜有什么打算，朱颜话锋一转，将婆婆让她和准日领养在西儿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不久后，李雪回到了画廊，偶遇了路过的多恩，两人聊天时，她才知道在西出了事。之后她来到在西所在的医院，向前台打听在西的病房。婆婆此时也带着在西儿子来到了医院，她在秘书的陪同下来看望病床上的在西。在西此时也缓缓醒了过来，她回想起那晚她说的话，要么把他当作人来看，要么就开枪打死他。事到如今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说错，在他的人生字典中，如果不能帅气的活着，那还不如去死。这是在西突然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，他的家庭当时虽然说不上富裕，但是相比于穷苦的邻居家还是很不错的。而那天在西穿着一身洋气的衣服，正观察着爸爸买的2手车时，突然注意到了邻居家穿着破旧的小女孩。他一直不明白小女孩为什么对他有敌意，直到那天父亲邀请邻居一家来自己家做客。虽然小女孩出身穷苦，但是弹得一手好钢琴，见在西不会弹，他趁此好好嘲笑了她一番。这也给在西上了一课，有些时候对方越落魄，则显得自己越高贵。而她在婆婆家，这个道理得到了完美的印证。也正是在婆婆的无数声侮辱中，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获得成功，再也不愿成为那个向别人摇尾乞怜的人。回到现在，婆婆握住了她的手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手下将新的婚前协议交给在西过目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份转让给在西儿子的股份合同，而这份股份正是在西一直念叨的成晋物产股份，这让她激动起来，准备出院后就让儿子盖上手印。婆婆却告诉她不用麻烦了，以他们现在的交情，不需要这么多礼节。此时的在西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，人生也算成功了一半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后面还有无数个挑战在等着他。告别了在西后，婆婆在病房外见到俊赫正在和李雪聊天，正准备离开时，俊赫突然拉住她，想找她聊聊。
婆婆以在熙之后会告诉她拒绝了这个要求，还故意看了一眼李雪，让俊赫注意自己的行为。之后婆婆在一众医生的拥簇下离开了医院。她注意到秘书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知道她心中还有疑惑。她告诉秘书，这次在熙奔着死亡的决心被她救了下来。她还给予了在熙小恩小惠，之后为她所用时，在熙就没有理由说不了。另一边，李雪和俊赫来到病房看望在熙，这边在熙和儿子聊得欢快，那边俊赫和李雪眉来眼去，聊得也很欢快。在熙无意间也注意到俊赫似乎又准备拈花惹草，不过他并没有揭穿俊赫，他找了个借口打发走了儿子和俊赫去超市。等两人走了后，在熙话语温度也降了下来，他有意无意提起俊赫有很多女粉丝，其中有几个胆大包天的想要成为女主人。李雪则让他放心，他虽然对俊赫很有兴趣，但是对在熙他更感兴趣一点。之所以对俊赫感兴趣，也是因为想知道在熙挑中的男人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。这些话让在熙愣住了，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李雪竟然也是个硬茬子。婆婆带着秘书来到画廊上，偶遇了扔东西的多恩，看着其中在熙一家三口的合照，婆婆问起怎么回事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朱颜谋划的。此时的她正和杭州日报工作的叔叔商量报道的事情，叔叔提出了一系列操作，既可以让在熙传出丑闻，还可以让俊赫保住名声。正当她决定就这么做的时候，婆婆来到了这里。她注意到平板上污蔑在熙吸食毒品的假新闻，瞬间明白了朱颜想做什么，借此狠狠批评了她一顿。老曹正在和小普讨论保险法修正案的事情，老曹问起，如果这次修正案通过，成金集团的电子股份需要卖掉很多，那么准日会怎么样？小普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如果成金物产不收购的话，那么继承经营权会遇到困难。此时情妇做好饭为两人端了上来，之后他给在熙发去了短信，祈求他的帮助。俊赫见在熙一直在回消息，误以为是李雪发来的，见俊赫似乎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，在熙警告他，李雪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单纯。俊赫就当耳边刮过一阵风，带着孩子离开医院启程回家。而情妇也接到了在熙的回信，称自己正在手术后稳定治疗中。因为不懂意思，他跑去问老曹，在熙发的稳定治疗是什么意思。小普听到这一消息后立马坐不住了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在熙出了事，他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。不久后，他来到医院中，在楼梯上他看到了正在打点滴的在熙，不知为何他没有选择直接去见他，而是打电话询问在熙现在身在何处。在熙撒谎道在家里，结果扭头一看，发现了一旁楼梯上的小普。小普追问他是谁将他伤成这样的，在熙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称自己不仅成了画廊的代表，还得到了儿子的物产股份。小普听此愣住了。另一边，俊赫安抚好儿子睡下后，悄悄来到在熙的床头柜，将其中的平板掏了出来。经过一番搜查后，他成功得到了李雪的个人信息，这让他非常满意。此时的李雪刚下地铁，突然收到了俊赫发来的短信，称见到他很开心，以后想多见见面。第二天一早，在熙来到了摆放骨灰的殡仪室，看到敏姐的那一份，他喃喃自语道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挺过去。而李雪又接到了俊赫发来的内容为早上好的短信，不知出于什么目的，他开始回复起俊赫发来的消息，后背找上了俊赫。他听说今天是俊赫最后一次播新闻了，他觉得是因为俊赫被提名民政首席的新闻干扰，而这个新闻在他看来很有可能是个谣言。在熙则带着李雪来见婆婆，简单的介绍后，几人各回各家。在熙则在艺术中心碰到刘长官，这里纠正一个错误，上章没有交代清楚，这个刘长官时至今日已经不复往日的威风，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想要在熙陪他，也是几年前在熙还是讲解员时发生的事情。如今的他远远比不上新上任代表的在熙，在熙对他也很不客气，他已经将刘长官的讲解员位置换成了李雪。很快到了讲解排练的时候，婆婆也来到这里监督。李雪的讲解条条有理，逻辑清晰，让在熙非常满意。不久后，婆婆在家观看起一个视频，上面正是卢英珠遇害的视频。她吩咐秘书尽快找到和卢英珠有联系的人，卢英珠是如何死的这件事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了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在熙掌握了俊赫出轨的证据，然而他仍然没有揭穿俊赫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